永荣王的夜宴有2个人物很有意思，一个就是萧暗图，另外一个就是六出师傅。这个夜宴其实证明了萧暗图接近藏海最初就是为了鬼洗的，不过他在中元节的船上试探藏海的时候动情了。假戏真做了，夜宴上他假扮成巫女，其实就是想去找永荣王爷问鬼洗的下落，只不过是刚好藏海也在，于是他就骗藏海说自己去拿折3钱，其实他是拿这个当幌子，主要目的还是去为了问那个鬼洗的事情。第二个就是六出师傅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他是好人，可能是被他的美貌蒙蔽了。我觉得六出师傅是这个剧里边颜值最高的。六出师傅的真假有2种猜测啊。如果大家不相信六出师傅是好人的话，那么20集的这一整个局就是面具人设给藏海的一个圈套，让高明引诱藏海去试探永荣王爷。藏海经过一番艰难试探之后，在犹豫不决、判断不清的时候，此时六出师傅出来说：“哎，永荣王爷是好人。”那么藏海就会相信这个答案。但其实他就是和鬼洗有关系，就像藏海之前假模假样的带关峰他们去刘贤的墓里边探查一样，探查一晚上出来之后，告诉关峰他们说：“你看。”这个里边没有鬼洗，但其实鬼洗不就在那个墓里边吗？墓中墓，或者说那个方块放横是开一个机关，如果放一个别的字，那可能就找到鬼洗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反过来想，如果大家相信六出师傅的话，那么根据他和高明互动的那个状况的话，感觉他应该和面具人不认识，应该只是和高明师傅有一些瓜葛，所以高明不知道六出的信息，不知道永荣王爷和鬼洗有关系。但是当晚永荣王爷不去藏海家，他手下的面具人赵炳文可以去啊。藏海问永荣王爷关于鬼洗事情的时候，永荣王爷整个回答的那些内容以及他整个状态，其实就是在演说自己和鬼洗没有任何关系，自己对鬼洗根本不感兴趣。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内阁其实是有一定掌控权的。你看一下永荣王爷登场的那场戏，那5个红衣老头就是内阁大臣，他们就相当于皇上的 DeepSeek， 每份奏折拟好自己意见供皇上审批的时候看。而永荣王爷他进到内阁，直接一屁股就坐到最里面，甚至还引导内阁大臣的一个意见。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那个赵炳文就像永荣王爷的仆人一样，像他肚子里边蛔虫一样。永荣王爷还没有要藏海文件的时候，赵炳文就很贴心的像小棉袄一样就递过去了。如果赵炳文是面具人，那是永荣王爷绝对是面具人背后的那个人，甚至赵炳文从礼部升到内阁也是永荣王爷的关系。今天这个送礼和夜宴，我觉得是我目前封神的2集，想反复再看好几遍，真的太精彩了。聊聊今天这个鸿门宴版的韩熙载夜宴，每一次回答都巨难。山东国考状元，我觉得都要被拉去割舌。3人大型社死现场，就你真的回答不对，你就要死。都不是什么局长、科员，这个是宣传部部长，那个是教育部部长，这个是国务院的，那一堆又是省长，就只有藏海是一个小小的天文台的台长。每次王爷 Q 藏海说话的时候，我都想太难了吧，这怎么回答？说错一句话，还不如直接原地挂掉，去拍重生文。重生之我在侯府享清福。这个夜宴之所以藏海可以去，最主要的原因根本不是那个折3钱，藏海的奏本要奏的官员牵扯太多了，王爷想让他过来看一眼，别伤及到自己的关系，所以是故意带他来见的，也是一种警告，就是你看这些都是我的人，你不要碰。尤其是他介绍藏海的时候，后边还补了一句他本事大着呢。紧接着其他官员就提起他那个奏本的事情，后面王爷提第一杯酒的时候也说，想必诸位大人都是见过皇上的。说给谁听的？就是说给藏海听的，告诉藏海在座的各位都是你惹不起的人，都是权倾朝野的。而且后面又在警告藏海，你看死掉的那个楚怀民不和自己一条心，下场就很惨。还有其他官员提了一句话说，藏海你要不要挪开你钦天监的职位，你自己看看你在钦天监上干什么，都不干人事儿，整顿什么职场，你谁啊？就算你本领大的像蒯夺一样，他不照样还得死。所以藏海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没想到被藏海抓住了一个话头，直接开始问蒯夺的事情，问他父亲的事情。总之整个夜宴就是让藏海感受到这个官场你惹不起。相信大家从这些画面啊感觉到了这个官场你真的惹不起，你要想整顿职场，你真的要瑟瑟发抖，提前想一想。不过咱们藏海纵横数了得，还是巧妙的回答了所有问题，化解了这些东西。这个剧永远封神的2集都在明天，一集比一集好看，这种文戏真的每一次都好精彩。不过今天这2集我总结出藏海的2个绝招，一个就是微笑着骗人，他每次骗人前先要整顿一下情绪，开始微笑，他笑得越开，假话说得越嗨。另外一个就是秒跪，咱们藏海只要一秒跪就在放大招，他一跪下那就是永荣王口中的
逢凶化吉，天以贵人。这种高手和高手之间的过招，这种戏真的太精彩了，期待明天那2集。最让我震惊的其实是平津侯，我原本以为平津侯很坏，但没想到平津侯这么的坏。就是他花匠的故事，我以为他喜欢庄二的母亲，没想到他这个比喻一出来，我觉得他根本谁都不喜欢，他只喜欢他自己。他这个我有个朋友是花匠的这个故事，说的肯定是自己嘛，但他把自己比作花匠，把他爱的人比作花。梅花啊，牡丹啊，他真的是潜意识里边把老婆当作花园里的花，就是供人把玩的东西。如果你真的是有爱情，你比喻的话，肯定是梅花、兰草、打卡机、考勤表，最次也是老虎和小白兔啊。你看看他比喻的是些什么东西啊？一个是人，一个是花，这能比吗？打心眼里边就没有什么对等性，不把对方当回事儿。而且你再听听平津侯想让藏海说出的答案，一个是他的死和你没关系，另外一个是他自己甘愿在寒苦中绽放。这是人说的话吗？就他比挖野菜的王宝钏还要惨，王宝钏起码还能保自己的狗命，我甘愿赴死，真的太惨了。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比喻自己和对象啊？起码也是方便面和卤蛋，螺蛳粉和卤鸭掌，长舌鸭脖和1块钱随便吃的那种水夸夸的米饭，这种对吧？你现在宵夜吃什么呢？我好饿。今天这2集应该是看的最顺畅的嘛，最后那段都哭了吧，还是蛮好哭的。侯彦那段真的很生气，我已经拍了一期视频说了，后边发。我觉得最好玩的一点是青天剑，你说多有缘？就昨天我在评论区开玩笑的给我粉丝封了一些青天剑的官职，他今天就出来了，你就说巧不巧？当然剧里边青天剑的官职和原本的是不太一样的。而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揣测一下它后边剧情，一个就是这个神木司武官山鱼郎，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。据我的了解，他不是青天剑的官职，他应该是咱们庄大工部的余衡司负责的。那么他放到这边，估计之后的剧情会和庄大有一些交集。相夺司武官分硕郎，相夺司最主要负责的是象山夺形、后土验气。沈山氏查吉学，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。这个相夺选领也是咱们青天剑和庄大所在的工部一起负责的，而且铃木的选址就是青天剑和工部侍郎，就是庄大工部侍郎一起来做的事情。监后司武官平一郎实权，监侯其实在青天剑里面就是负责帮助武官来推演历法的，但是明代在死刑那边也有一个官职叫监侯，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可能是融合在一起了，专门给这个角色设定的这么一个官职。所以后边采木头啊、修建陵墓啊、还有验尸啊，这些肯定又会和咱们的庄大合在一起，和咱们庄大有纠缠，然后又会发现庄大全国贪墨，真的是逃不开庄大。你看，让大家天天吐槽庄大，后面大部分剧情还是要我们庄大来推动的，多有用的庄大。哈哈，受不了！怎么会有这么甜的剧情？我其实每次看谈恋爱的剧情都会跳过，但是《藏海传》这个谈恋爱剧情怎么会这么甜？他美还是我美？就这个，搁以前我会觉得这句话好俗啊，但是今天看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坏？然后说话的时候，肖战还往前靠，肖战图又说：“那我问你呢？”又往前靠啊！哇，他俩那个我都已经不敢看了，就是靠太近了。我觉得这种比直接亲都要让人觉得害羞，以至于后边听到肖战图说：“你想不想常常看到我？”我幻听成了：“你想不想尝尝我的嘴？”啊！救命啊！这个剧真的有毒啊！我从来不看爱情剧的，我从来不看爱情剧，尤其这种谈恋爱剧，我觉得浑身不舒服。这个真的看得我好甜啊！我天，我终于理解就是为什么女生这么爱看这种男女谈恋爱的剧了啊！就这两个人真的都太会挑逗了，就是我都不敢想象，我如果在里边，哇，我该多害羞啊！就是听到他们说这种台词，就是全身就一直很缩，然后就是后边那个合景好美啊，就美到我起鸡皮疙瘩那种美。两个人躺下看星星，又是从后边拍他俩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太舒服了，就太自然了。两个人借着那个星星讲自己真实的故事的时候，我还在那儿默默的掉眼泪。整一场戏怎么看得让人就是又害羞又激动又紧张，然后又伤心落泪，就整场戏感觉就一直在玩弄我的情感，真的不行了。